为什么中国品牌的各类商品总是给人一种工业垃圾的感觉，总是没有透出骨子的精致感，总是没有美学的内在气质？我们骨子里是否还残留着一种差不多就行的惰性？我们是不是常常对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敷衍了事，却在不经意间放任了更大的错误？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于差不多和马马虎虎？为什么认真、较真、坚守原则的人反而常常被讥笑、被排斥？今天我们一起继续读《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今天读到的是《老婚病大战》第二部分，让我们一起探讨博洋笔下那些令人深思的社会现象，从尿入骨髓的敷衍文化，到直拔时代的差不多先生，再到祖先崇拜的退一步哲学。这些尖锐而幽默的文字，或许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以及我们身处的这个中国社会。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尿入骨髓，不认真、不敬业、悠悠忽忽、吊儿郎当的混，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特征。它在人性上形成的畸形心理，令人泪流满面。凡是不认真、不敬业的结果，必然产生强大的文字魔术欺诈。真在历史文件中没有地位，中国的历史文件就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也不得不走错方向。在这种走错了方向的脚步声中，中国同胞虽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去追求美，追求善，独对真提都不提，一提真就摇头。要想他不摇头也可以，那就得打马虎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一致认为文字的力量可以封杀或曲解真实的事实，可以把白的染成黑的，把黑的漂成白的，把2+2证明等于8，把月亮证明四四方方。玩文字魔术的知识分子十分有把握地认为，天下小民全是狗屎，而大批酱缸区也偏偏心甘情愿的，而且用一种潘金莲喝尿的精神来坚信自己并没有受骗。怪不得苏西坡先生叹曰：尿入骨髓，化作酱缸泪，该泪流到今天都没流完。摘自《猛撞酱缸集》。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让直拔时代成为过去吧，只有认真才能救我们。就在今年1980年3月份，报上刊出2则新闻，公超于后。其一，永和训，老汉执着，为了4元的差距，不惜多花100倍的钱，硬要证明出租车跑表不准，提出欺诈告诉。57岁的男子吴增忠日前自西址镇长安派出所搭乘一辆04-3153号日发车行由陈玉琪驾驶的出租车返回永和，至永和戏院门前下车，见车表跳了196元，加上过桥费共为201元。吴某见状即表示跑表有问题，而陈司机坚持自己的跑表标准。为了证实谁是谁非，吴军于是要陈军将车停妥，两人又叫了一辆04-7549号出租车，指使西址长安派出所，然后重新计表，训当初路线，重返永和戏院，结果跳表为192元，与陈司机差4元，也就是少跳了一次。吴军为了4元差距，不惜花了400多元车资加以证明，然后告陈司机欺诈。陈司机向警方表示，他的车是2200cc，又是跑胎，与一般1200cc不同，况且一路上曾超车多次，路程自然稍多，而且最后一次跳表是刚要停时跳的。警方认为欺诈证据似有不足。其二，板桥训，一桩小小的违章建案，因为检举人锲而不舍，于8年间一共检举了40次以上，致案情不断升高。除承办人员被处分外，连同附近的违章亦可能被县府拆除。本案检举人刘黄欣欣于民国73年间向台北县政府检举新店文化路31巷9弄2号1楼住民钟军利用法定空地私自增加客厅、厨房、储藏室等违章建筑，请台北县政府依法取缔，
但台北县政府并未积极处理。民国77年开始，硫磺新兴转向台湾省政府检举，而且将台北县政府及新店镇公所经办人员也牵扯进去，指该违建能够领到镇公所的杂项执照及其后面建筑物非法扩大建筑基地，系有关人员枉法包庇的结果。台北县政府调查，中军的房屋系与附近10栋40户公寓共同使用一张建筑执照，于民国70年兴建，民国71年完工，其中有一部分未按照核准配置图样施工。台北县政府发给使用执照显然不合规定，令中军违建，新店镇公所发给杂项执照亦与规定不符，因之责令新店镇公所吊销中军违章执照及追究承办人员责任，并通知新店镇公所及新店警察分局依法查报。至于未按图施工部分，因时逾10年，对当时法令亦无法重查，暂免追究。伯劳忍不住多嘴，这鬼话说的幼稚，10年前的法令像档案夹子里一探头便知，怎么会无法重查？明明鼓励有钱大爷，只要瞒得久，拖得长，违法就成为合法。由于台北县政府处理得太慢，处理的结果又不能满意，硫磺新兴仍不断向台湾省政府检举，并检举40次以上。台湾省政府最后的指示是，有关违建部分应依法处理，未按图施工部分应由台北县政府依发照当时有关法令行径处理。硫磺新兴在检举书中强调，他不断检举本案是为了端正政风，台北县政府将来的措施是否可以使他满意，不再检举，犹在未定之天。前一则新闻看出后，报上就有正人君子写文，讥讽吴增中先生小题大做，庸人自扰，神经病兼莫名其妙。后一则新闻在编辑老爷的标题上可看出中国人的典型反应，标题最后2行曰，县府与镇所承办人都被拖下水，附近40家违建户亦跟着倒霉。意思很明显，承办人都清白无辜，硬要被硫磺新兴女士拖到泥浆里，而违建户本来快乐非凡的，也硬被硫磺新兴女士检举得无家可归。咦，贼老爷正在小馆大吃大喝，警察老爷可千万别动手，一动手就是拖他下水，教他倒霉矣。写到这里，想起一桩房地产生意，吴有曹某某先生于1977年间在台北永和市福和桥头订了一栋房子，落成之日，他不知道安分守己，竟请了一家建筑事务所派人去量面积，这一量就倒吸冷气，原来比图样少了好几平。建筑商最初大跳大叫，又找些身上雕龙画凤的道上朋友出来摆平，可是吴有硬是干上了。建筑商平生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不开窍的家伙，只好自认倒霉，退钱了事。这就叫人想起另一个古老的故事，吴有孔丘先生，想当年困于陈蔡，饿得奄奄一息，附近有家观光饭店，叫弟子钟繇先生去讨碗残菜剩饭。掌柜的曰，我写一个字，你若认识，我就免费招待。钟繇先生曰，我是圣人门徒，不要说一个字，就是10个字都包下了。掌柜的写了一个真字。钟繇先生曰，这连3岁娃都知道，一个真字罢了。掌柜的曰，明明白痴还说大话，小子们给我乱棒打出。钟繇先生狼狈而逃，禀告一切。孔丘先生曰，无怪你会挨揍，等我前去亮相。掌柜的仍写一个真字。孔丘先生曰，这是直八呀。掌柜的大惊曰，名不虚传，你的学问果然大得可怕。酒醉饭饱之后，钟繇先生悄悄问曰，老头，你可把我搞糊涂了，明明是真字，怎么变成直八？孔丘先生叹曰，你懂个啥？现在是认不得真的时代，你一定要认真，只有活活饿死。呜呼，20年代时，胡适之先生有差不多先生传；40年代时，美军在成都有马马虎虎俱乐部，这正击中中国人心窝。可能是在酱缸里酱得太久的缘故，中国人不但习惯于差不多和马马虎虎，而且对认真的人最初是惊讶，然后是嗤之以鼻，再然后说他是神经病，最后则索性恨他入骨，一口咬定他小题大做，百般挑剔，惹是生非。
在最后，范正治的帽子出笼，他遂成为别有居心的国家毛贼兼社会败类，只好追随仲由先生后尘，活活饿死。吴曾中先生为了求证司机是不是诈欺，不惜花费大把银子，这正是认真精神。每一个人都有此认真精神，出租车就永远不敢捣鬼。伯老特别声明，我并不认为司机捣鬼，停车前跳表是常见的事。硫磺欣欣女士以长达8年的时间，正是中国对日本侵略焦土抗战的时间，去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那更是认真精神，和因认真精神而延伸出来的不向邪恶屈服，非把是非弄清楚的倔强精神。吴曾中先生和硫磺欣欣女士已为中国人立下一个榜样，奋斗的榜样，认真的榜样，这正是现代化所需要的基本态度。不妨瞧瞧世界，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国民是不认真的、不敬业的，只有落后地区才会出现和稀泥。等到大多数中国人都有认真精神，中国才能够迈上现代化富强之境。否则的话，再多的工厂，再多的高楼大厦都没有用，是将一直停留在粗糙的泥坑里，永远不能进入精密轨道。在这里加一句，一直到2025年的今天，中国品牌的商品，无论是数码类的，比如手机，还是运动鞋，更有甚至连汽车、房子等大件商品，很多很多，无论是外观设计还是使用时接触到的技术细节，总是给人一种外观没有美学设计，技术指标存在虚标吹牛。在耐用性方面更是令人气愤。我偶然用过一次小米的新手机，刚用到1年多一点，就开始各种小毛病不断。网上搜索说是很多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从此发誓不再碰小米的任何东西。现在我连一双人字拖鞋都买泰国、老挝、越南产的，这几国生产的拖鞋在云南可以买到，大约也就12到15元左右。东南亚这几国生产的拖鞋能穿2-3年不断帮。偶然我在超市买了一双广东那边生产的人字拖，穿的这2年中，拖鞋上的鞋帮在不同地方断了4-5次了，每次都是用胶水粘上。好，继续回到这本书。1个月之前，一位杨大人在台北跌进排水沟，他向台北市政府要求赔偿。报上报道新闻，博洋先生就亲眼看到有些朋友摇头，什么话什么话，简直是欺负中国人呀！那不是欺负中国人，那是教育中国人，为中国人上了一课，怎么去据理力争。如果说4块钱是小事，一件违建是小事，一个盗灾也是小事，则啥是大事？一个人在小事上都不敢坚持原则，择善固执，反而讥讽坚持原则、择善固执的人是好事之徒。温柔敦厚遂成了懦夫的遮羞布，也成了认真的哭丧棒。遇到大事，他怎敢挺身？无论如何，别叫孔丘先生再叹气才好。直八时代让他死在18层地狱，代之而兴的硬是由中游先生的认真时代。如果再麻木不仁、悠悠忽忽，恐怕灾难还是要层出不穷，一直层出到大家都伸腿瞪眼。摘自早起的虫儿。洋人进一步，中国人退一步。祖先崇拜在本质上是充满了灵性的，可是再优秀的细胞都有可能堕落成致命的癌，灵性有时候也难免堕落成僵尸。祖先崇拜遂一步栽下楼梯，成了对僵尸的迷恋。孔丘先生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脱骨改制，骨跟祖先化合为一，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孙观汉先生曾在《菜园里的心痕》中对此生出很大的困惑，盖外国人遇事都是进一步想的，中国人遇事却退一步想。呜呼，退一步，这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其实退一步只不过是果实而已。在孔丘先生当时，这种思想已经十分浓厚，他阁下对社会的不平、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都有深切同情，而且也有其解决的方法。不过他的解决方法不是努力向前看，不是提出一个新的时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后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僵尸看，看三皇，看武帝，看尧舜，看周文王。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画一张蓝图，挂到祖先的尊脸上，以便当权派有个最高榜样。
但这种本意被时间冲淡，也被降冈区曲解，于是古冶者就成了黄水直流的香港脚。无论干啥，如果不捏捏该脚，就不算骚到痒处，必须捏得龇牙咧嘴，又挨又哼又挨腰，才是真本事，才算舒服的没话可说。始祖先进而化成活僵尸，不但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成了万能的百事通，而且还忠勇具备，品学并真。道德高涨时，一辈子连女人都不看一眼，每天呆坐如木瓜，啥都不敢想，要想也只是想道。好像听哪个降冈区说过，孔丘先生到死都是个童子身，真是守身如玉，可为万事法者也。对僵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凡是现在的东西，古时候都有。原子弹有，辐射线有，飞机大炮有，汽车有，民主有，共和政治有，砍沙尔有，拉稀石有，人造卫星有，公鸡下蛋有，脱裤子放屁有，西服革履有，阿哥哥舞有，迷你裙有，等等等等，反正啥都古已有之，无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个题，降冈区都能写出一大串古时候都有的典故。既然啥都有了，潜移默化，中华民族遂成了一个肤浅和虚焦的民族。该你那些玩意儿都是俺老祖宗搞过的，有啥了不起？自己搬块大石头挡住自己的去路，只好在自己的太虚幻境里闭着尊严梦想美女如云。闭着尊严梦想美女如云是一种意淫，说这话还是直巴哲学。如果说老实话，对僵尸的迷恋简直是一种他妈的手淫，更要丧失元气。第二个现象比第一个现象还要使人怒发冲冠，那就是古时候啥都好。仅指啥都有不稀奇，必须啥都好才算够水平。这种畸形观念大概清王朝统一中国时就很严重，惹得皇帝老爷嬴政先生一肚子火，再加上宰相李斯先生直打小报告，于是突起杀机。呜呼，伯阳先生可不是拍巴掌赞成焚书坑儒，而只是说古时候啥都好的毛病也是古已有之，并不是最近才抬头的新兴势力。2000年来，不要说是一种思想，像消强水一样侵蚀着灵魂，就是一天只滴一滴水，也能把喜马拉雅山滴出窟窿。所谓好，似乎不是指东西好，大概再伟大的降冈区都不好意思说穿草鞋比穿皮鞋好，用丈八蛇矛比用机关枪好，骑牛骑驴比开汽车坐飞机好。所以古时候啥都好者可能限于4个节目，但这4个节目却是大节目，已够中国人奄奄一息。该4个节目者曰人好、事好、书好、名好。夫人好者不用介绍，大家的口头禅就是人心不古。这口头禅真是口头禅，只要有人稍微碰它一下，这口头禅就会像吃了批斗似的立刻放置，既没有经过大脑，也没有经过心脏，盖他阁下一口咬定。古人都好的顶了尖儿，不但不会坑他骗他，甚至当他坑了古人骗了古人的时候，古人还要温柔敦厚地向他献其感恩。古时候的好人说起来车载斗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连孔丘先生都服帖的莫过于唐尧帝一期放勋先生。他连国家元首都不干，而把宝座像烫山芋似的抛给姚崇华先生。姚崇华先生也是好人大学堂毕业的，在干了48年帝王后，又把那玩意儿抛给司文命先生。然而他们还不算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许攸先生。一听说有人叫他当皇帝，就好像谁向他念了3字经干你娘，赶忙跑到亚马逊把耳朵洗了个干净。权力是有毒的，当权派当得久了，免不了就要中毒。古时帝王大概跟日月潭毛王爷差不多，一个部落的酋长，到了夏王朝，多少建立起来一点规范，开始有点舒服。于是司文命先生进了棺材后，他的儿子司启先生就硬是不肯放，这未免使降冈区脸上没有光彩，只好用文字诈欺战术，硬说小民非跟着他走不可。继发先生父子起兵叛乱，把殷纣弟子寿新先生活活烧死。如果依照降冈区的原则和逻辑，这种行为实在该入18层地狱吃阎王老爷的屎。
可是古人既然都是好的，而孔丘先生又在他们父子尊脸上抹了金，就不得不也靠文字诈欺战术。孟轲先生就很文艺化地说，他阁下向东征时，西边的小民就怨了，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向南征时，北边的小民也怨了，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听起来真是悦耳。盖古人既都妙不可言，就索性让他妙到台风眼里吧。古时候的人既然都好，则古时候的人干出的事，像法令规章之类，自然也都好的不像话，碰都不能碰。如果胆大包天，想改他一改，就像一枪扎到降冈区的屁眼里，听他号声震天吧。王安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大力整顿，恐怕早亡了国，早亡给西夏帝国，还轮到金帝国动刀动枪。王安石先生曾说过一句冲击力很强的话，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这对降冈区真是个致命的一扎，所以降冈区屁眼红肿之余，便把他恨入骨髓。有一点可供读者老爷参考的，凡是抨击王安石先生最劣，或对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1块钱，他准是条大号降冈区。他阁下最后仍大败而归，实在是降冈区太多，难以抵挡。在历史上，祖宗家法成了猪八戒先生的无耻耙，对任何改革，用无耻耙当头一铸，就能把人铸出脑门痈。呜呼，现在学堂里都是学生坐着听，教习站着讲，盖学生太多，而且一天站上5、6个小时，真能站成香港脚。而古时候私塾却硬是教习坐着讲，学生站着听，这是我们这个自吹为礼仪之邦的规矩。可是这规矩到了宫廷那种兽性多人性少的地方，就变了花样，却是皇帝学生孤零零一个人坐着听，大臣教习呆愣愣一个人站着讲。宋王朝时，韩威先生曾建议教习也应该做，这请求并不过分。可是想不到喝尿分子刘芬先生马上反对，后来程颐先生也建议教习该坐上一坐。他阁下虽然也是一个降冈区，却为了自私，倒也明白了一阵，闹嚷嚷了一阵，屁股仍没着落。盖这玩意儿是祖传的家法，动不得也。这只不过是屁例子，比屁还大的例子多矣多矣。中国专制政体下，最后一次变法是百日维新，就是毁到这无耻钉耙上的。这个无耻耙乱铸中华民族，铸了2000年之久，铸得流血抽筋，不成人形，只有出气的份儿，没有吸气的份儿。迄今为止，残余的降冈区与喝尿分子仍坚决地主张继续乱铸，有人偶尔躲一躲，就立刻大喊大叫曰：动摇国本！呜呼，这种国本如果再不动摇，中华民族的生存恐怕就要动摇。摘自《猛撞降冈集》。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谢谢，再见。